寿晃未播热度近3亿，却零炒作，诚意这盘棋到底怎么下的？近3亿，你没听错，一部还没正式开拍，连全阵容都没官宣的剧，话题全网阅读量已经冲到近3亿，讨论量2200多万，剧集超话6天破10万，可它几乎没做我们熟悉的那一套热搜轰炸，数据打头，控评刷屏。你说这事儿怪不怪？我发现一个事儿，越想越觉得有意思。今天咱们不追热搜，就把诚意这部寿晃当个案例，好好扒一扒他这套反着来的打法。我先说清楚啊，我是诚意的粉，这个我不藏着。但你听我说，我追他不是因为盲目，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些别人可能没细看的东西。这期的判断我尽量给你摆事实。好，那咱们一层一层剥。第一层，先说你直接能看到的。寿晃最近给人的感觉不像在拍戏，更像在，怎么说呢，像每天开一个盲盒。别的剧组恨不得提前半年把演员名单全宣完，一边预热一边造势，把热度提前拉满。寿晃倒好，全程闷声。今天路透里刷到一个曾志伟，过2天又冒出来袁咏仪、梁汉文，再过几天徐峥的路透也出来了。等一下，我得在这插一句，免得误导你。徐峥、梁家辉这些名字，目前很多还是路透和港媒在报，剧方正式官宣的领衔主演就诚意一个人。所以这部分咱们标清楚，网传待官宣。信源这块我不含糊，拿不准的我不当既定事实讲。但你别说，就算把没坐实的先放一边，光是这个每天挤牙膏的节奏，就已经把大家的胃口吊起来了。每天醒来刷一刷，今天又是谁？这种期待感是花钱买热搜买不来的。说回诚意本人，这段时间他在干嘛？闭关，为角色提前1个多月筹备，据说还专门去学了心理学和格斗。角色好像是个心理侧写师，具体设定我看到的路透版本不太一样，这个咱们等剧组官方物料，我就不细讲，免得说差了。你看，别人把时间花在热度上，他把时间花在片场上。老粉应该懂我这句话的分量。好，第二层，这一层是媒体标题一般不会跟你细讲的，这套打法在今天的内娱到底有多反常？那么问题来了，你得先明白现在主流是怎么玩的，才能看懂寿晃有多逆行。现在大部分项目的打法，说白了就是一套数据战。什么叫数据战？就是提前官宣阵容抢排面，粉丝集资打头冲榜，控评维护热搜，买话题上榜。整个行业现在一种内卷里，你不冲数据，好像就等于你这剧没人看。这个术语我知道有些朋友听着累，翻译成人话就是大家比的不是戏好不好，是谁的声音大，谁的数据猛。在这么一个环境里，寿晃选择基本不打这套，他不提前铺，不刷屏，不硬造。这就好比满桌子人都在扯着嗓子喊，突然有一个人压低声音说话，反而全场都竖起耳朵听。这里我得诚实一点，网上确实有另一种声音，说低宣发是不是心里没底，怕扑。我先把这个声音放这儿，但你听完再判断啊。因为如果你顺着数据战的逻辑往下想，你会发现恰恰相反。一部真怕扑的剧，才更需要靠数据去撑场面，去制造虚火。敢把节奏交给内容本身，敢慢下来的，反而是那种我不急，东西够硬的底气。在一个人人内卷的环境里，能不跟着卷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定力。这不是诚意一个人能左右的行业风气，但他选择不随大流，这一步我觉得走得稳。行，接着说最关键的第三层，这套敢不炒作的打法，底气到底从哪来？这是我今天最想跟你聊的一层。你想想看，一部剧敢这么低调，它不是拍脑袋决定的，背后一定有支撑。我拆出来3个点。第一个，剧本和班底的分量。寿晃是优酷联合香港维港光影出品，陆建清执导，走的是粤语普通话双语的港风悬疑路线。能吸引那么多实力派，不管是已经确认的还是路透里的戏骨，愿意来碰这个本子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背书。食材好，
厨子也好，这道菜自然不用靠吆喝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剧未开拍就拿了班采罗奖的最具期待作品。未播先获期待，这分量很重，别小看这个。第二个，主演的程毅。我前面提了，程毅为这个角色闭关1个多月，去学心理学，学格斗。这就是他一贯的 style， 他不太爱在镜头前营销自己多努力，他就是闷头把活做扎实。这种把时间留给片场的选择，恰恰说明了他对作品的态度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筹备强度不是谁都愿意下的。第三个，也是我觉得最难得的，粉丝。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前阵子跟几个老粉聊，他们群里聊的不是今天冲了多少数据，而是别给资本递刀，别搞快餐式炒作。你敢信吗？一个粉丝群体主动给自己上纪律，反着数据战来。程毅超话里的声音，大意就是拒绝快餐式炒作，觉得把时间留给片场才是演员该有的样子。这种态度是粉丝自发的，不是谁组织的。这个数据我凭印象说啊，好像是说有5万人规模的超话在自我约束，反资本炒作等等。这个具体属我得保留意见，拿不准别太当真，如果有更准的评论区补我。但方向是清楚的，这是一种罕见的有组织的粉丝自律。在饭圈动不动被骂数据女工、无脑打头的大环境里，能出现这么一批理性、成熟、知道分寸的粉丝，我作为其中一员，说句心里话，挺骄傲的。这种粉丝和这种艺人其实是互相成就。第4层，咱们跳出个案，聊聊这意味着什么。这一段是我的观点啊，你可以不同意。如果受谎最后真的靠作品说话跑通了，就是说不靠数据战，就靠内容和口碑也能出圈，那他给内娱地的信号可就不小了。他等于在证明观众其实没那么好糊弄，虚火烧得再旺，不如一部让人愿意等的剧。我个人倾向于把程毅这条路看成一只长期价值股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不追求今天暴涨明天崩，他要的是慢慢往上走的那种慢牛。走得慢的人反而看得到风景。当然，这是我的判断，不绝对哈，市场的事谁也不敢打包票。好，回到开头，我一开始问的是近3亿热度，超话6天破10万，却几乎零炒作，这事儿到底怪不怪？我现在的答案是一点都不怪。表面看是不炒作，实际上是有人把该炒作的力气全用在了做内容、练角色、守分寸上。数字只是结果，不是他们追的东西。懂他的人会懂，这种慢慢来的坚持值得被看见，我相信时间会证明。那你怎么看？你觉得不靠数据战，只靠作品这条路，在今天的内娱走得通吗？评论区聊聊，我挺想听听不同的声音。今天这期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见。